各位乐龄养生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之夏，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你有没有仔细算过，你的劳保年资到底缴了多少年？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件关系到你未来生活品质的事情。如果你没搞懂最新的劳保规则，你缴了几十年的保费，最后领到的退休金可能会直接被打个7折。这一差可不是小数目，动不动就是100-200万台币从你的养老金里蒸发掉。这真的不是在吓唬你，这是最近很多去劳保局办理退休手续的朋友在柜台前面最真实的遭遇。他们总是等到要签字领钱的那一刻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因为中间换工作断保了，或者公司当初投保薪资报低了，或者根本不懂怎么算，导致每个月该进账的退休金眼睁睁地看着缩水了好几千块。所以今天之下不跟大家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我们就来谈最实际的钱。我会教你3个绝对有效的自救方法，让你在退休之前把自己的权益牢牢抓在手里。特别是如果你现在是50岁上下，正在为退休生活做打算的朋友，这集影片的内容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价值连城。在开始之前，如果你觉得之下分享的资讯真的对你有帮助，请你一定要动手帮我们按个赞，并且订阅我们乐龄养生的频道，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选择全部通知，这样我每次更新你才不会错过。我们首先来讲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前阵子我去拜访了一位在劳保局服务了超过30年的老前辈，他已经退休了，以前是科长。我们聊了很久，他跟我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他说：之夏啊，我在柜台看了30年，最让我感到难过和不值的就是那些老老实实工作了一辈子的劳工朋友。太多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觉得劳保就是我有工作上班，老板就帮我缴，我失业没工作，那就停保，等到有一天我65岁了，时间到了，走进去就能领钱。结果呢，无数人就是因为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的观念，在最后一关摔了大跟头，吃足了闷亏。这位老科长的话真的点出了我们规划退休时最致命的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就是平均月投保薪资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猜很多朋友可能会想，退休金吗？不就是看我退休前最后1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吗？比方说我退休前半年特别拼，老板给我加薪到了45800，那我退休后是不是就按照这个45800来领钱？如果你这么想，那我就必须告诉你，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劳保局的计算机算得比我们精明了不知道多少倍。根据现在正在实施的劳保条例，我们在计算那笔最重要的老年年金时，最关键的那个数字，平均月投保薪资，它采取的是你这一辈子所有投保期间里薪资最高的那60个月的月薪，加起来再平均。请你一定要听清楚，是最高的60个月，不是最后60个月，也不是随便60个月，是整整5年，你人生中收入最巅峰的那段时期。这60个月就是你退休金的命根子，是你的黄金5年。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因为中间换工作有空窗期，因为公司倒闭，因为被资遣，或者甚至是为了每个月省下那几百块钱的保费，自己同意让老板把投保薪资报低，导致这黄金5年变得断断续续，或者根本就凑不满5年，里面掺杂了好多低薪的月份。光用讲的，大家可能感觉没那么深刻，之下接下来就直接用2个真实的假设案例来算一笔账给大家看。你看完就会明白这里面水有多深，一个不小心你会损失多少钱。我们假设有2位好朋友，一位叫老张，一位叫老陈，他们2个人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年轻的时候薪水也都不错。老张这个人呢，比较有远见，懂得规划，他在职场打拼了25年，到65岁退休的时候，劳保年资刚好满25年。而且他非常注意自己的权益，他确保了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有完整连续的5年时间，他的投保薪资都是挂在劳保的最高级别，也就是现在的45800元这个级距上。那我们来算算，老张每个月能领多少退休金？公式其实不复杂，就是平均月投保薪资乘年资乘 1.55%， 计算器按一下，出来的数字是17748元。也就是说，老张退休之后，每个月什么都不用做，稳稳当当就有17700多块钱进到他的户头。在台湾，这笔钱拿来支付基本的生活开销，像水电瓦斯、买菜吃饭，绝对是够用的，能给他一份很安稳的底气。那我们再来看看老陈，老陈其实也很努力工作，劳保年资也累积了25年，可是他的运气可能差了一点，或者说他以前从来没关心过这件事。他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工作有点断断续续，
或者他换工作的时候，新公司为了省成本，把他的投保薪资低报成了3万2，他也没去争取，结果导致他虽然年资有25年，但是他人生中薪资最高的那60个月，平均下来被拉低到了只有3万2千元。我们再来算算老陈的，算出来的数字是12400元。各位好朋友，请你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比较一下，老张每个月领17700元，老陈每个月领12400元，每个月足足差了5348元。这5000多块是什么概念？可能就是老陈每个月要比老张少掉好几次家庭聚餐，少买好几件衣服，生活品质直接掉了一个档次。1年下来，老陈就比老张少拿了64000多块。现在我们台湾人的平均寿命都很长，我们保守一点估计，退休后活个20年很正常吧。这20年累积下来，老陈总共就比老张少领了超过128万元。128万啊，这在南部可能是一间小套房的首付款了，或者够你环游世界好几趟了。就只是因为不懂最高60个月这个规则，没有去守住自己的黄金5年，这笔足以改变退休生活的钱，就这么眼睁睁地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你说冤不冤枉，心不心疼？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心里已经开始着急了，一定会想，之夏，那你快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哪里知道我自己的年资到底有多少？我怎么确认公司有没有给我低报啊？你别着急，也别慌张，之夏既然把这么严重的问题摊开来讲，就一定会把解决的方法清清楚楚地交到你手上。接下来我要说的这3个自救步骤，请你务必拿张纸笔抄下来，或者直接把这个影片收藏起来，跟着一步一步做。第一步，请你立刻马上给自己做一次全面的劳保健检，这件事千万不能拖，拖1天你就多1分风险。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做这件事非常方便，你根本不用特地请假，跑去劳保局柜台人挤人排队。如果你家里有电脑，请你拿出你的自然人凭证，或者现在更通用的，用你的健保卡加上一台读卡机，直接上劳保局全球资讯网，找到易化服务系统。登录之后，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劳工保险异动查询，你点进去，你这一辈子所有的投保记录会像你的个人履历表一样，清清楚楚地列出来，从你第一份工作开始，哪一年哪一个月在哪一家公司投保，当时申报的月投保薪资是多少，全部一目了然。如果你觉得用电脑麻烦，或者手边没有读卡机，没关系，我们有更简单的方法。拿出你的智能手机，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去应用商店下载劳保局行动服务这个官方 APP， 第一次使用需要做一下身份认证，认证完成之后，你随时随地躺在床上，坐在沙发上，都能打开手机查个明白。还有一个最方便，几乎人人都会用的方法，就是走去你家附近的邮局，带上你的邮局存部提款卡，找到那台自动柜员机 ATM， 插卡进去之后，在操作画面上找一个选项，通常是其他服务或查询服务里面会有查询劳保资料这个功能，按几个键，屏幕上就会直接显示你的劳保总年资有多少年。不过之下要提醒你， ATM 虽然方便，但它只能看到总年资这个数字，看不到详细的每个月薪资变化的明细。所以我最推荐大家的还是用电脑或者手机 APP 把那份详细的异动明细表调出来，印出来或者存下来，我们才能进行的2步。这第2步就是像个侦探一样，从你的明细表里找出属于你的黄金5年。我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功夫调明细？就是为了这一步，你需要把你过去几十年可能都忘得差不多了的投保记录，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你的任务就是找出你这一生中收入最高的那段时期在哪里，看看那段时间有没有连续60个月都是高薪资，如果没有连续，那么把几段高薪的时间加起来，有没有凑满60个月。在这个仔细检查的过程中，你很可能会发现一些让你吓一跳，甚至有点生气的事实。比如说，你明明记得10年前在某家大公司当主管，月薪明明有5、6万，结果一看明细表，发现当时公司帮你投保的薪资只报了3万出头，这就是最典型的高薪低保，是把你退休金偷偷吃掉的最大杀手。如果你发现了这种情况，而且事情发生的时间还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追诉期限，你绝对有权利，也有必要去向劳保局提出申诉，或者回头向你以前的雇主争取补偿。自己的权益绝对不能让他白白睡着。做完健检，分析完黄金5年之后，我们就要进入最关键的第3步，最后的补救与冲刺。如果你发现自己的黄金5年不够漂亮，平均薪资被拉低了，
或者你的总年资距离你想领的额度还差那么一点点，别灰心，现在开始行动都还来得及。这里通常有两种情况，你可以对号入座。第一种情况是你现在还在这职场打拼，还在工作，但是目前这家公司的薪水不高，或者公司经营不太稳定，无法给你提供高额的投保薪资，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了。你必须在退休前的这段时间想办法进行最后冲刺。你可以努力争取公司内调薪的机会，或者在合法且不影响本职的情况下，去从事一份能提高你申报薪资的兼职工作。目的就是在退休前想办法把你那最高60个月的平均值给洗得更高一些，哪怕你只能多维持1年高薪资，对于拉高你那个5年的平均值都有非常显著的帮助。第二种情况是你已经离开职场了，暂时没有固定的雇主，或者你提前退休了，但你还不想现在就去申请领退休金，你想让年资再多累积一点，让金额再高一点，这个时候你就有2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如果你是属于自由职业者，比如自己接案的摄影师、咨询师，或者你是无一定雇主的劳工，像是水电师傅、装修工友，那么你可以去申请加入和你职业相关的职业工会。在台湾，透过职业工会来加保是可以继续累积你的劳保年资的，而且在工会里，你的投保薪资也可以随着你的收入证明逐步调整上去。虽然透过工会加保，所有的保费都要由你自己来负担，比例会比有公司帮忙分担时高一些，但是为了未来20-30年能领到一份更体面的退休金，这笔投资长远来看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不过之下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加入工会这件事一定要提早规划，千万不要等到明天要退休了，今天才跑去工会加保，然后一口气就把薪资调到最高级距，这样劳保局一定会觉得可疑，会进行查核。如果被认定是为了领取高额年金而临时加保，可能会有不好的后果，一定要循序渐进，让调整看起来合情合理。那如果你不符合加入职业工会的条件，比如说你是家庭主妇或主夫，暂时没有工作，这段没有劳保的空窗期，政府其实已经帮你准备了另一张安全网，那就是国民年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保。很多人很讨厌国民年金，觉得缴费通知单来了很烦，金额又好像不多，领的时候也没多少。但是之下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国民年金的年资是可以和你劳保的年资合并计算的。当你劳保年资不足，无法单独请领劳保老年年金，或者你想合并计算让金额多一点时，国保的年资就会派上用场。它就像一张底网，确保你到了老年，无论如何都有一笔基本的养老金可以领。所以，如果你的经济状况允许，国民年金的保费真的不要轻易去欠缴，因为它保障的是你未来的自己。除了上面这3个核心步骤之下，还必须帮你厘清2个超级重要，但很多人都会搞混的观念。第一个就是请领的时机。劳保年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它允许你提前领或者延后领，但每一个选择都有对应的加减码。如果你因为某些原因等不及法定年龄想提前领，每提前1年，你领到的金额就会被扣掉 4%， 最多可以提前5年，也就是总共扣 20%， 等于直接打8折。反过来，如果你的身体还很硬朗，不急着用这笔钱，你可以选择延后领，这叫展延年金，每延后1年，你的金额就可以多领 4%， 最多延后5年，总共可以多领 20%， 也就是变成 1.2 倍。很多朋友一听到可以提早领，可能在60岁甚至更早，就急急忙忙跑去申请，觉得钱先入口袋才安心。但你必须算清楚，这个打折或加码是一辈子的事情，会跟着你直到最后。除非你的身体健康真的比较令人担心，或者家里有急迫的经济需求，否则以之下的建议，如果身体条件许可，尽量撑到法定的年龄再去领，甚至如果还能工作，多撑几年延后领，那个金额的差距累积下来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就用刚才的老陈例子来说，他原本每月只能领12400元，如果他因为急着用钱，提早5年去领，被打8折，那每个月就只剩不到1万块了。在现在的台湾社会，一个月不到1万块，可能连付个像样的房租都不够，生活压力会非常大。反过来说，如果他能想办法在退休后做点轻松的小生意或者兼职，撑个5年再领，他的12400元就会变成将近14900元。这一来一回，一个月又差了快5000块，一辈子的差额又是上百万。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你一定要慎重再慎重。第二个大家最容易搞混的就是劳保和劳退。
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讲的，会因为薪资高低而严重影响的是劳保老年年金，它属于社会保险，是活到老，领到老，只要你人还在，政府每个月就要发钱给你。而另外一笔叫劳工退休金新制，那是法律规定，老板每个月至少要帮你把工资的 6% 提拨到你自己专属的退休金个人账户里，那笔钱是你自己的资产，像存款一样，将来是一次性领回或者按月领，总额是固定的，跟你活多久没关系。劳退的计算就比较单纯，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复杂规则，主要都是围绕在劳保这一块，因为它设计的公式确实需要花点心思去搞懂，所以各位乐龄养生的好朋友们，退休规划这件事，真的不是等到生日蛋糕上插着65岁蜡烛那天才突然开始想的，它是一场需要你从40-50岁，甚至更早就要开始布局、开始关心的长远计划。你现在花个20分钟、半个小时，好好把这篇内容看懂，跟着步骤去查一查，算一算，可能就帮你省下了未来好几年辛苦工作的收入。尤其是我们生活在台湾，大家都对物价上涨、通膨压力很有感。以前100元钞票能买3个便当，现在连一个鸡腿便当都快买不到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退休后的每一分钱都显得格外珍贵，那是我们安稳晚年的保命钱。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不了解、不关心，就让这么大一笔钱凭空消失。乐龄养生这个频道最核心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做大家的眼睛和帮手，把这些复杂难懂的政府政策、健康资讯用最白的话讲清楚，帮大家把该拿的钱一分不少的拿回来，一起过一个有尊严、有品质、能让自己开心的晚年生活。我们不追求大富大贵，但求心里踏实安稳，不用为基本开销发愁，也不给子女增添不必要的负担。如果你听完今天的内容，觉得对自己有帮助，请你不要犹豫，立刻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你这个小小的动作，很可能就帮你最在乎的人守住了未来100-200万的退休金。最后，之下要说一句，政府的政策法规未来可能会因为社会情况而调整，劳保基金本身的财务状况也是大家都在关注和讨论的议题。这些大的环境因素，我们个人无法控制，但是我们唯一能控制也最应该做好的，就是你的投保明细、你的年资、你的薪资集聚，彻底搞清楚、整理好。只有你自己把底牌摸透了，不管未来的游戏规则怎么微调，你都能的一时间做出最有利、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如果你想持续收到关于退休金精算、健康养生秘诀以及如何规划精彩银发生活的实用资讯，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也特别欢迎你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我们大家一起在评论区交流讨论，互相提醒，互相帮助。我是之夏，不要忘记订阅乐龄养生，我们下次影片再见。